直麦哥哥，Hello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了，不是好久不见了，最近工作室比较忙啊。然后上周末呢，本来约了一个船钓的，谁知道啊？谁知道我去迟到了，船走了，所有人都。关键是什么？还让我把船费补了，说因为我是当天取消。我靠，这么多人，那我就很不服了，对不对？立马找了个最近的河来。哇，好多人啊！这沿岸的钓，要不要这样？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？然后我就很不服了，对不对？我就想要找回一层，所以今天就趁着下班时间，各位下班时间，现在已经天要黑了，来这里找点面子回来，好吧？毕竟补了那么多钱，来这里钓一钓，试试看一看。现在天马上就要黑了，带了2支竿，一支呢是那个海鲈竿，就是迪亚路那的海鲈竿。然后扔铁板吧，因为现在毕竟还是光天化日之下，对吧？比较传统的路线，对吧 ？VIB 扫底，铁板 VIB 扫底，少中下层吧。然后等天再黑一点，进入他们的捕食阶段，这个带了新买的，不是新买，新入手的那个 CQMD。这个 CQMD 呢，本来是今年是吧，春天应该发售的。好像右卷的话是夏天就到了吧，但是因为我这一支呢，我是真的很想要左卷。熟悉我频道的朋友都知道，虽然我左右卷都在用，但是呢，我主要还是用左手的，就是左手卷的比较熟一点。然后这一支呢，因为我想拿来干很多事情，干很多牛逼的事情，所以不得不我必须用左卷，然后就等到现在才拿到手。这样，今天开光，然后等那个天黑一点，月黑风高，然后他们想干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的时候呢，我们再拿出来用大一点的饵。那现在我们就按照正常的来，就是 VIB 的扫起来，就是扫那种桥墩，对吧？扫那种桥墩。啊，就这样，天快要黑了，没想到天快要黑了。我今天用 GoPro， 不知道能不能够拍到啊。不管了，先就这样给大家扫起来再说吧。我们就开始了。这么多人等下班之后来搞一波吗？但是都跟我一样的想法。是都没买到那个，都没出得了船，还是怎么地？首先 VIB 扫起来，现在应该是一个 chance， 就是在捕食的时间点，我觉得不要扔到桥上去。OK， 那边是不是有人？哇，怎么站了那么多人在钓啊？什么鬼啊？你们都是人吗？首先打一下桥墩子。哎，这边鱼在跳哎！一路跳过去。要不要这么忙？打那种桥墩子后面。主要是扫底。哇，好多人！勾到什么草了吧？操！挂底了，挂底了，挂底了，各位，挂底了，各位，移动一下，移动一下，弹一下，弹一下，挂底了，下来，好的，再往那边扫过去。现在毕竟是白天，感觉chance不是很多。我们今天准备一直钓到天蒙蒙黑，蒙蒙亮，不是蒙蒙亮，是蒙蒙黑啊。蒙蒙黑的时候呢，我感觉就是chance，我靠，我这个在跳。关键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本来我是准备天亮一点的时候给大家钓的，但是没有办法，
走过来这已经天黑了，现在问题就是这个 GoPro 啊。没有吗？OK， 这边没有。刚才那个落点，如果不要的话，就是没有。最好的选择就是直接走下一个地方。哎，我这个杆子是不是有点长啊？我还带了一根短杆子。等会儿如果需要的话，再换一根短杆子。我就走在这里面，但是应该更看不到。我没关系，钓了鱼再给大家看。人有点多，继续往前。钓了好多粑粑虎。哇，天要黑了。呀是。耶，一只小海鲈。一只小海鲈，我就说什么东西一直在咬我。OK， 哇，非常的有精神。耶，还是钓起来一只哈。妈的，天都黑了，钓起来一只，还是用 VIP 钓起来的。今天应该不是大饵的日子，所以抉择了一下，还是用了这个 VIP， 感觉还可以，非常的元气满满的一只小的，耶！好的，放个生，小海鲈一枚，来。继续看一下还能不能起，是不是应该准备播啦？准备播 XD 啦，不是MD 啦。北风越过我想你的容颜，我把爱写成了落叶，绝换不回熟悉的长脸。好的，来，完全就是照着刚才那个在我面前跳的那个鱼的那个塞子来的。当然也不能太小，对吧？因为就这个轮子的定位来说的话，你如果用的饵太小的话，就完全发挥不出它这个轮子的优势。这个轮子真正厉害的地方在哪里？对不对？就在于丢这种大饵巨饵上面。你要是不用丢这种大饵巨饵，没有钓大鱼的梦想，不如不要这个轮子。OK， 来，我们就这样在这种开阔水里面就用这个 check 过去，然后在桥墩子下面的话就用 VIP 或者其他饵。你看好多鱼在这跳，机会！哎，哪儿都跳？哦，对，果然跟想象中的一样，就是说，因为它这个走线的这个孔，
因为它的设计就是故意的丢这种大耳巨耳以及钓大鱼的，所以它的过口呢会根据你的出现而移动。那么这种在对于轻耳的时候呢，就会反而产生一种负荷，但中耳的时候就完全是正向效果，因为中耳的那个自己的惯性就很大，然后就不太会因为这个过孔的原因产生负荷。但是如果是小耳的话，反而就会产生负担。所以你要是扔大耳的话，用这个轮子就对了。那你要是扔小耳的话，就用其他的轮子。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开阔水域。就是这些跳的鱼，刚才这个开阔水域来一波。老实说，我之前还有点担心，就什么呢？我有点担心就是它扔不远。不过现在看来，完全在大饵的情况下没有这种担心。总体说起来就是没有什么压力。就这个真的很推荐，没有用过那个 CQ 的，就是那叫什么Tarukata Conquest。朋友可以试一下，这个卷感真的是无出其右。当然，因为毕竟它是 MD 的那个档位，所以呢，会比普通的 CQ， 就是我们俗称的小金轮，要稍微可能要，对吧？有一点负荷感，所以呢就没办法的事情，档位又那么大，刹车又那么紧，卸力又那么强，没有办法的事情。但是真的这个卷感呢，真的是也是非常的优秀的。可以继续往前走，时间很紧凑，我们要赶紧的。我没想到天已经黑得这么快，现在是冬天，各位能不能看到？各位看到应该是一片模糊吧？远度大耳中耳的话，其实差那么一点点，虽然感觉不出来，但是直观来说的话，应该还是比安踏 DCMD 要近一点的。那没有办法，但可能稍微比 Scorpion MD 远一点。介于之间的一种感觉吧。但除此之外，除了距离之外，就整体来说超过的地方那就太多了，不管是从卷感还是刹车的强度，对吧？还有丢出去的那种放心的感觉。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在外部调整的这么一种功能。那总的来说呢，就是如果没有用过 CQ 的同学们呢，又喜欢扔大耳中耳钓大鱼的话，比如海钓比较多的同学的话呢，完全可以尝试一下。但是如果你已经有安踏 DCMD 了，然后你有比较追求距离的话呢，那你可以考虑一下。好的，对这个轮子的评价呢，大概就这么多了。接下来就是中鱼的问题了。最近我都不太愿意说太多什么装备啊这种，还是直接钓，对不对？说那么多干啥？直接钓。反正呢，以后我就会相对的增加一点实际的钓鱼，然后知识分享啊、评测什么的会相对减少一点。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比较遗憾，但是怎么说呢？这才是我本来做这个频道想做的事情。我本来是想做一个钓鱼的频道的，以后的知识呢就尽量这样吧，边钓鱼边给大家分享，对不对？新装备到手了之后呢，我们来聊一波。其他的呢，有的没的呢，就还是以钓鱼为主。这边应该是饵鱼比较小，它们不像是要咬这个的样子，没有什么反应，可能是我这个鱼太大了，也有可能。我们就先让这个 CQMD 先退个休，暂时退休一下，因为到那个桥边上，我比较看重这个桥边上，我不太想让它破坏我这个桥边上的这次的氛围，对吧？氛围。上面像是有鱼的样子，我们换个水面的来试试。毕竟天都黑了，我们换水面的吧。身边，彻底换了一个水表系的无舌版、无挡版米诺。
来了，又来了，各位。这次是用一个水面，刚好拖下来。哦，还挺大的耶，不小耶，各位，是不是？耶，果然到了晚上，它们就比较活跃了。用的是一个这个 Komomo， 就是水表当当当当当小弹的这种饵，类似于米诺吧。只是水面的米诺，其实都可以带回去吃掉。不过算了，我们还是把它放生吧。扫了我一脸的水，算了，来吧，放生喽。OK， 不过有刚才的样子也算可以了吧。虽然我相信大家啊，黑漆麻乌。也看了个明白，但是怎么说呢？我觉得我还是需要解说一下的。当时就是这么难。那第一只大家应该也看到了，还蒙蒙亮的时候，反正 VIP 就是卷过来扫底，扫中下层，但其实咬的是在中上层，我觉得。那第二针就是纯水表了，Komomo也扔过去，然后水面上荡了2下，就卡住了。感觉很爽。我对着这边的这个居民楼的这边这个灯这边扔的，还是在那边，然后在桥的下流，就是下水口，它可能是在那个桥墩的下游那边待着的，然后就把它勾引过来，接近水表的，然后就咬了。size 还是不小，大概有个60-70吧，应该60肯定是有的，70可能没有。然后那边就是最后一个桥洞了，我们扫一扫，差不多就要回去了。